上期视频讲到了我最近接电话干的最多的2件事情，还记得是什么吗？第一，安抚卖不掉房子的房东；第二，安抚租不上房子的租客。关于第一批人，买卖市场该干点啥，上期视频讲到了，还没有看过的朋友欢迎移步去看一下，讲得很详细，相信可以对你有所帮助。这期视频来跟大家讲一讲租赁市场到底又有哪一些抓马事件呢？ Norman 照例会在视频的末尾给大家讲一讲对于最近市场的思考和建议，希望你看到最后。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朋友 Norman， 我们又见面了。最近多伦多的房地产市场那是相当的火热呀，不过只是局部的火热，像吃了辣椒一样。这个局部的火热呢，就是租赁市场。到底有多火热呢？点个赞，关注一下我的频道，听我慢慢跟你唠。先讲个这2天的亲身经历。早几个月呢，帮一位客户在 C08 这个区买了一套投资房，地址是251 Jarvis。Norman 自己也在这个楼里买了房子，还带着其他10余位客户也买在了这个楼里。这位客户买的房子最近交接了，交接之后呢，我们马不停蹄的就帮他上市招租了。房子的租赁是7月18日上市的，上市当天我们就收到了33个看房的申请，也收到了多个不错的 offer。最后这个房子24小时之内就租掉了，租的价格呢比挂价还多了100块。我对这个结果是相当的满意了，相信我们的客户也是很 happy 的。这个房子并不是什么特别豪华的房子，楼层呢也不高，我们也没有想着抢 offer。最后还能在1天之内租到比挂价高，这个结果也是没谁了。我自己租房的一个 listing 可能只是整个租赁市场火热的一个缩影，在速度上，核心区租房真的已经是到达了史无前例的快。租金上表现又如何呢？不知道大家在冰柜里吃到了多少雪糕刺客。今天呢，我也给大家找了一些租房市场的租金刺客。在 downtown 的核心区已经有一些房子可以租到6000多甚至7000多了。想想10几年前我刚来加拿大，住的是400块一间的房子，对比一下现在的物价水平，真的是上涨了很多，也不禁感叹新的一批租客的消费能力与时俱进啊。我还在系统里面截取了7月24到7月26这3天downtown的租房情况，大家可以看到大部分租掉的房子都是10天或者以内租掉的，而且相当一部分的租金是高于挂价的。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得更大一些，整体的多伦多市场表现又如何呢？这边我给大家找到了加拿大的租赁市场的报告。多伦多跟去年比，一室的租金涨了 18.5%， 来到了均价2200；两室涨了 24.4%， 来到了均价3100。这个租金的涨幅基本上完成了我之前说到的租赁市场会有报复性上涨这么一个过程。而且大家要看到，最恐怖的8月份的租赁市场还没有到来，相信8月份的租赁市场又是一场喋血的厮杀。没有租到房子的朋友们还是要抓紧下手啊！现在知道为什么我推荐大家买downtown和地铁沿线的经济适用房了吧？较高的租金和较低的空置率都是比较有保障的。我们深究一下原因，为什么夏天的租赁市场会和天气一样火热呢？这是因为加拿大的整体租赁市场是受学生市场所影响的。根据加拿大的学制，绝大部分学生是9月初入学的，那么必然就会出现6到8月这几个月是招租最旺的季节，有明显的一大批刚需人员要去租房。20年和21年这2年呢，由于疫情的影响比较严重，很多学校和学生都选择上网课。这个时候呢，大家可以租在几乎任何地方，可以租在离学校比较远的地铁沿线，可以租在郊区，甚至我知道有的人是上国际网课，待在了国内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真正对核心区域租房的需求被掩盖了起来。今年呢，绝大部分学校都恢复了线下课程，而学生们也是憋了2年，有社交的刚需，大家更多的选择搬回了离学校最近的位置租房子，方便上课也方便社交。再加上现在的买房市场，无论是利率调整、海外买家税的调整，还是整体的市场环境，
都不太利于学生党买房来解决居住问题，所以就只能大家一股脑的挤入租赁市场来解决这么一个问题。学生党这么一个租赁的刚需人群，每年需求扎堆到来，也就间接的造成了租赁市场每一年都差不多是6到9月需求最为旺盛，其他的月份和冬天需求相对比较弱。即使你不是学生党，你是白领，但是你的租期正好碰上了学生党，也会跟着倒霉，跟大家一起抢有限的房源。跟核心区火热的租赁市场相比，还有一些区域的租赁市场是相对一般的，这边呢也总结了一下，分享给大家。每一次呢我都喜欢挑一个之前没聊到过的区域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次呢也不用走特别远，是一个华人也不少的区域 Richmond Hill。Richmond Hill 这个区域有多少人有自己的房子呢？答案是 82.4%， 只有 17.6% 的人租房子住。相比之下，多伦多整体是 52.8% 的房屋自有率，有 47.2% 的人租房子住。相信downtown的租房比例一定是更高的，应该有高于 50% 的人租房子住。对于房东招租来说，一个区域的租赁人口比例高好还是低好呢？当然是租赁的人口比例更高要好一些，这样的市场租赁更加活跃，房东呢也更容易找到自己的租客。其实房客也是更容易找到自己的房子的，它是一个双向的关系。如果一个区域只有一套房子是用来招租的，同时呢也只有一个租客去找房子，那他们匹配的时间将会非常长，极大的概率不是24小时。原因呢是因为房子空置出来的时间并不一定正好能赶上租客来找房子的时间，很有可能租客来找房子的时候，房子还没有空出来，等空出来的时候，这个租客就已经走了。像 Richmond Hill 这样房屋自有率在 82.4% 的区域，实际上因为招租的人口比例比较低，也间接的造成了它的租赁市场并没有downtown这样的区域那么活跃。我这边呢也做了一个调查，现在市场上招租的房子，单超过30天还没有租掉的房子，在 Richmond Hill 就有57处，占11000多套房子的总比例的 0.5%。 这还没有算30天以内没有租掉的房子，以及不是现在这个时间，而是其他时间会招租的房子。所以 Richmond Hill 这么一个总体评分很高的社区，似乎买房子招租也不是特别容易嘛。看完了空置率，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区域的租金情况。我们做一个最简单的模型来比较一下 Richmond Hill 现在的租金水平。收入呢我们只算租金，费用呢我们只算大头，有4项，分别是每个月的贷款、每个月的管理维护费用、保险费用以及土地税。我在这57处房子里面找了一处质量比较不错，明显不是老破小类型的房子，极大的概率是可以租到挂价或者靠近挂价的这么一个房子进行比较。这个房子看起来是很像样的，租金挂了3700，到现在为止已经空置了51天了。为了计算贷款呢，同社区的买卖记录我也找了一批，大家可以看到类似的房型本年度的最低交易价格是150万。我保守一点算，在这个基础之上再减5万，来按 80% 贷款买这个房子。假设利息是 4.2% 的情况下，这个房子的现金流大致是这样的：租金3700，要减掉5600多块钱的贷款费用，再减掉500块钱的管理费。这个房子的管理费本身只有158，但是考虑到 house 我们要自己换 furnace 空调，要自己剪草，还要交水费换屋顶，所以我们要在原有的基础之上往上调整一些。我调整的这个数额不是特别大。最后呢还要减掉100块钱的房屋保险。这个房子的负现金流最后来到了差不多2550块。我们如果把这个房子跟我上面提到的帮客户在 C08 区买的房子做个比较，又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呢？上面那个房子买的价格是65万，租了2600块，贷款每个月要还2532，管理费是488，保险30。我们用2600减去贷款2500多，减去管理费488，再减去30块保险，得到了负现金流450块。这是我们按今天的利息水平做的比较，持有上面一套 house 的成本差不多可以持有下面这个 condo 5.7套，而且这还没有估算上空置的成本。这个 condo 是24小时租掉的，而这个 house 已经空置了51天了。
未来可能还会再空一段时间。除此之外，我们对 house 算租金的时候是按原始挂价算的这么一个租金，真实情况很有可能租金会租到3300或者3500这样的价格。所以我们把这些信息都折算下来，持有上面这一套 house， 负现金流的负担差不多可以持有7套下面这样的 condo 了。还要提一句，这个 house 看起来质量是很不错的，也很新，但是这个房子仍然是属于旧房，有租金管制，而上面提到的 condo 是没有租金管制的新房，可以在满12个月之后无限涨租。有人说，如果我的地下室可以分租，租金就上来了，现金流也会变好。我们先不说保险公司会不会拒保，以及这当中有没有 rooming house 的这么一个风险，真正来租地下室的租客有多少稳定且高质量的人群呢？我感觉大部分妹子可能是不愿意陪男朋友或者老公住地下室的。如果真的遇到愿意陪你住地下室的妹子呢，还是娶了吧。除此之外，上下分租还会增加一些管理成本。有的时候楼上楼下的租客会互相制造噪音干扰，同时呢，楼上楼下分担水电费计量的时候也会造成额外的成本。综合下来，除非你的时间特别多，管理这些物业的成本相对比较低，不然的话，增加的这个收益并不一定能赶得上增加的风险和麻烦带来的成本。我真的是不鼓励大家做分租的，把被动的房地产投资做成一个主动的生意，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盈利手段。真的是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Richmond Hill 是一个很不错的社区，不过它更适合大家买在这里自住。投资的话，它的租赁市场并没有那么理想。Richmond Hill 还是郊区市场中比较近的一个社区，相信更远的社区在租赁和管理上遇到的问题和风险会更多更大。房地产投资一定是两条腿走路的，租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单纯的想靠买房子赌升值来创造利润，其实是不靠谱的。透过整体火热、局部一般的多伦多租赁市场， Norman 能给大家提一些什么建议呢？简单的总结就是租旧房买新房。下面具体来说一下。第一批人租客，先来正经的安抚一下租不上房子的租客朋友们，你们确实是整个市场中最倒霉的一批人。即将到来的8月非常的不友好，大家会和很多预算无上限的学生党抢房子住，尤其是想住在多伦多 downtown 核心区域的朋友们。没有特别好的办法，但是 Norman 给大家总结了几个小的 trick， 也许能帮上一些忙。第一点，如果大家有条件呢，可以考虑稍微的往 downtown 外围租一租，即使在 downtown 内部，也要尽量避免网红楼、刺客楼，特别火爆的几个楼，尽量去挑选相对老一点的，以及相对不是那么抢手的楼和区域去下手。第二点，如果有条件的话呢，入住的时间尽量避开8月这一整个月。如果你能坚持到9月10到15号之后再去租房，那么你一定是整个游戏的胜利者。第三点，如果暂时不能买自住房，未来的中长期需要通过租赁来解决自己的居住问题，那么我推荐大家尽量去租一个有租金管制的旧房，这样会对大家的财务压力有一个兜底的保障。第四点，多去试几个房子，不要看到一个房子租不下来就灰心。总有房东他的消息不是那么灵敏，以及总有房东不看 Norman 的频道，总是可以碰到相对的软一点的柿子捏。如果大家在时间空间上完全没有办法让步，我就是要在最抢的时间租最火热的区域，那么我还是推荐大家尽快去找房子，不要等到8月中这个最难的时间点。如果你没有足够的收入，那么主动 offer 一些 prepayment 甚至是 voluntary security deposit 都是可以帮助你租到房子的好方法。第二批人，新房的房东，我这边再科普一下，界定一个房子是新房还是旧房，并不是看这个房子的外观到底看起来很 fashion 很新还是很旧。界定新房的标准是，这个房子需要是2018年11月15号以后首次入住的房子。如果是 condo 的话呢，任何一个单位都不能早于这个时间入住，这样这个房子才可以被称为是新房。如果有部分或者全部房子早于2018年11月15号入住呢，那么这个房子我就称它为旧房。新房和旧房的最大区别是，新房每12个月可以无限涨租一次，
而旧房每12个月在不换租客的情况下，只能根据政府出台的 rent control 涨差不多 1% 到 2% 的房租。当然，无论是新房还是旧房，当我们换租客的时候，都是可以重新按市场价格进行招租的。大家知道，我对无限涨租这么一个房东拥有的为数不多的 bug 级别的技能是非常非常看重的。在这个政策出台之后，我卖掉了几乎所有持有的旧房，都换成了新房。由于房东不存在第一次租低了，未来不能涨租的这么一个巨大的压力，所以持有新房的房东这批人其实是非常不慌的。我推荐大家以尽快租掉为目的，而不是一定要租一个特别高的价格。其实大家仔细算一算，我如果持有一个新房，多租了每个月200块钱，而空置了1个月，这其实是非常不划算的。因为空置1个月，差不多就约等于你多租的剩下11个月每个月的200块钱。尽快以比较合适的价格租掉，避免空置，等租客住满1年再提出涨租，这是新房房东的最佳策略。第3批人，旧房房东。从短期来看，旧房房东千万不要着急把自己的房子租低了，租便宜了，一定要想办法好好收拾一下自己的房子，租到一个市场最高价。长期来看，我自己已经先干为敬，用脚投票了，把自己的旧房卖掉了，换成了新房。我也推荐持有旧房的房东，如果你准备长期招租，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是把旧房卖掉，换成新房来长期持有比较合理。尤其是如果你的房子房龄来到了15到20年，无论是 house 还是 condo 都是有比较大的翻修的风险和压力的。condo 体现在有可能管理费暴涨，让自己的房价下降； house 体现在有可能里面的设备已经很旧了，你需要整体重新翻修，很有可能也是大几万，甚至有的房子要到10万以上的这么一个成本。无论你持有旧房还是新房，有什么需求都欢迎这边联系我。第4批人，持有相对比较偏远的房子的房东。对这批朋友，如果这个房子是你的自住房，你每天都会用到它，那么无可厚非，只要你 happy 可以长期持有。如果你买这个房子是为了投资，那么我推荐大家还是在市场比较好的时候卖掉，换手到比较近比较核心位置的房子。最后，无论你是租客还是房东，都希望大家可以抽一点时间，停下忙碌的脚步，享受一下这个夏天，跟家人朋友们一起晒晒太阳，在湖边散散步，看一看夕阳西下。好，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感谢大家的点赞、关注、评论、转发，毕竟转发了你就赚发了。房子上的问题找 Norman 就够了，我们下期见。